那有了无人舰艇，我们可以对这个水下的这些，比如说一些潜艇进行跟踪监视。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曹卫东。近期我们在这个自己的海域里边进行了一下无人舰艇的这种测试因为这个各国海军呢，随着就是未来的这种军事行动或者军事战争它是信息化条件下的，那既然如此呢，就需要更多的无人的装备。比如说在近期的几次这个军事冲突中吧，大家都看到了无人机这种武器装备或者平台发挥的重要的作用。那么无人舰艇呢，实际上呢，大家关注呢可能就少一些比如说美国在无人舰艇方面呢，应该说是走在前面的。比如说它现在已经建造了就是140多吨的这种叫海上猎人这种无人艇，它是3体的为了在海上比如说能够抗风浪更好一些，所以呢，它建造了这样的无人艇。但是它建造的这样的无人舰艇呢，主要是为了解决就是美国没有常规潜艇，它只有核潜艇，没有常规潜艇。那么它到别人的家门口的时候，就是跟踪搜寻其他国家的常规潜艇的时候怎么办呢？他就用这种无人的舰艇就是像海上猎人因为它在水面上可以通过反潜巡逻机或者是拖曳声呐发现水下的潜艇之后呢，因为它的速度可以达到20多节，也就是水下的潜艇跑多快，它就跑多快，就像个影子一样跟踪着对方的这个水下的潜艇，来给水面的舰艇或者反潜巡逻机来指示目标。所以呢，美国是发展了这样的比较大型的无人的舰艇。当然它有小型的这种无人艇，比如说准备提供给乌克兰的这种小艇。这种小艇呢只有3米多长也就1米多宽。这种小艇是干什么的？无人艇是干什么的呢？是为了指示目标的它露出水面呢比较少，但是呢速度很快，可以达到这个每小时40多公里的速度，或者是50公里的速度，速度很快。它起什么作用呢？就是要追踪其他国家的这个舰艇，因为你舰艇的速度最快一般也就是30节左右，所以它是大于你这个速度的。比如说它可以达到40节那这个速度快了之后，就是你跑不过它，它就可以跟在你的旁边。所以它是提供给乌克兰以后呢，让乌克兰把这种无人艇放出去，然后呢跟踪监视俄罗斯的水面舰艇，然后用海岸上的这种反舰导弹去进行打击。所以呢，它是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当然它还有其他的一些无人的舰艇。所以我们看呢，无人的舰艇它实际上呢是和有人的舰艇来进行配合的包括扫雷也可以用无人的舰艇，因为你这个搭上就是对水下的这个水雷探测的设备之后呢，就可以前出，万一触碰了水雷，那也没有人员的伤亡。所以这个扫雷的舰艇呢，也可以用无人的舰艇。很显然呢，各国呢对发展这个无人的舰艇也都是各有所思因为我们讲这个武器装备的发展呢，它是以作战为牵引的就作战有什么需求，那就发展什么样的需求。我们讲呢，中国也在发展无人的舰艇，那我们发展是为了什么呢？比如说我们现在发展的就是接近200吨的这样的排水量的无人舰艇它也是3体的，就是比较的稳定在海上可以抗比较大的风浪，速度呢也可以达到20多节。那么它的设计呢也是隐身的就是这种设计还有一个呢，它的这种速度比较快。那么有了这样的舰艇之后呢，我想它可以和这个有人的舰艇进行配合，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海岸线很长包括南海的海域很大那有了无人舰艇，我们可以对这个水下的这些比如说一些潜艇进行跟踪监视，对一些靠近我们领海这样的这个舰只进行查证因为你要到跟前看一看是哪个国家的舰艇是不是这个对我们有什么不轨的行动你比如说靠近的时候或者穿过海峡的时候，你是不能起降这个直升机的，飞机是不能起降的，所以那无人艇就可以靠上去进行相关的监视了
因为你要派出军舰上两个军舰不能靠得那么近呢，还有容易发生这种擦枪走火啊，而且可以节省相关的这些装备和人员，所以无人舰艇呢，在未来的时候呢，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各个国家呢现在都在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发展这样的装备，所以我们讲呢，无人舰艇呢，目前是各国都非常重视的一款作战的平台。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感谢大家关注本栏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